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我们决定在那片偏僻的海滩露营时，没人觉得这次旅行会变得不寻常。那是一个完美的夏日，天蓝得像块水晶，海浪轻轻拍打沙滩，空气中弥漫着咸腥的气息。这样的日子最适合抛开工作和烦恼，与好友们一起沉浸在自然的怀抱中。我们共有5个人，我、阿杰、丽娜、志豪还有小南。这片海滩离市区有点远，四周看不到其他人影，只有大片延伸到天际的金色沙滩以及波涛起伏的深蓝大海。没有人会错过这种放松的机会。天色渐暗，我们点起了篝火，围坐在火堆旁。志豪拿出吉他弹了几首歌，气氛融洽的让人心生暖意。丽娜提议大家讲鬼故事来助兴，可阿杰却摆了摆手，说这里已经够阴了，别再吓人了。阴？我听到后笑了，你开玩笑吧？这地方阳光那么充足，怎么会阴？阿杰眯起眼睛，望着渐渐被黑暗吞噬的海平面，低声说，你们注意到海水的颜色没？傍晚的时候特别深，看起来仿佛会把人吸进去一样。他的话让我有些不自在，但我摆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，别吓唬人了。当晚我却睡得没有那么安稳。午夜时分，帐篷外传来潮水的声音，远比白天激烈。起初我以为是风浪大了，但细听之下却觉得不对劲。浪声中似乎夹杂着低沉的喘息声，断断续续，像是有人在沙滩上挣扎着发出最后的求救。我掀开帐篷的一角，伸头往外看，却只看到黑暗中微微反射的海水光泽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忍不住把这事告诉了阿杰，他显得有些迟疑，可能是你想多了，或者海浪冲上来的时候带上了什么动物残骸，那声音可能是海浪冲击的结果。他的解释让我稍稍安心，但内心的疑虑依旧挥之不去。第3天晚上，事情变得更加诡异。篝火燃尽之后，大家各自钻进帐篷休息，我却久久无法入眠。海风变得比前2晚更加刺骨，帐篷外的沙粒不断被风卷起，发出细微的沙沙声。就在我快要忍不住戴上耳塞时，那种脚步声出现了。是的，湿漉漉的脚步声，一步一步，缓慢而沉重，仿佛有东西正穿过沙滩，靠近我们的营地。我屏住呼吸，努力压下掀开帐篷查看的冲动，直到脚步声停在我的帐篷外。我几乎能感觉到一股湿冷的气息穿透了薄薄的帐篷布料，直直钻进我的骨头里。手电筒就在身边，但我根本不敢伸手去拿。然后影子出现了，帐篷的布料上映出一个模糊的轮廓，一个高瘦的身影，头发乱糟糟地贴在脑袋上，像是从海里刚爬上来的。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似乎在盯着我。我紧紧咬住嘴唇，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音，但心脏的狂跳声却响得让我以为对方也能听见。就在我以为这一切要持续1整夜的时候，影子突然消失了，脚步声也随之远去。我等了很久，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，才敢掀开帐篷出去查看，却发现沙滩上根本没有脚印，仿佛昨晚的经历只是我的幻觉。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大家时，其他人都显得有些不安。志豪提议立刻收拾东西回去，但阿杰不同意，他说这不过是我们的心理作用。海边总会有些奇怪的声音和影子，你们太紧张了。他说的轻松，但他的表情却掩饰不了内心的隐忧。最终我们决定再待1晚。谁都没有想到，这个决定会彻底改变我们的一生。第4个夜晚，风暴来得毫无预兆。深夜时分，狂风骤起，帐篷几乎被掀翻，雨点像针一样扎在皮肤上，海浪咆哮着冲上沙滩。就在我们惊慌失措地收拾行李时，小南突然尖叫了一声，声音刺破了风雨的喧嚣。那是什么？
他指着海滩边缘，声音颤抖到几乎听不清。我们顺着他的手看过去，只见海水中浮现了一大片暗影，仿佛是无数个人形在海浪中挣扎着靠近沙滩。他们的动作僵硬而缓慢，但却散发出一种无法言喻的诡异感。更可怕的是，当浪头拍打到沙滩上时，这些影子竟然真的爬了上来。他们身上挂满了海藻，皮肤呈现出死灰色，双眼深深凹陷，却仿佛在盯着我们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臭味，夹杂着海腥味，让人作呕。快跑！志豪大喊，但我们才刚转身，就发现沙滩的另一边也涌现出了类似的影子。他们包围了我们，动作缓慢却坚定，一步一步向我们靠近。在惊慌中，我们分头逃跑。我和丽娜冲向礁石区，想爬上高处避难。雨水打湿了每一块岩石，让它们变得无比滑腻。就在我抓住一块石头时，我突然听到丽娜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。回头一看，她被那些东西抓住了。那些人形影子将她拖向海里，她拼命挣扎，但手臂却被拉得笔直，仿佛快要被生生扯断。我试图冲过去帮她，但脚下一滑，狠狠摔倒在地。等我再抬头时，丽娜已经不见了，只有一块深色的礁石上留下了一片淡红的血迹。直到今天，每当我闭上眼睛，那些人的脸依旧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他们的眼神中没有怜悯，只有无尽的冰冷和死寂。我不知道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也不知道那片海滩上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。我们失去了丽娜，也失去了曾经的平静。每次做梦，我都会梦到涨潮时的海水，那些影子再次浮现，缓缓爬上沙滩，朝我伸出手。有时候我会想，也许丽娜并没有死，也许她只是成了他们中的一员，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夜晚，随潮水一同归来。那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假期，我和琳达的情侣之旅本该是浪漫而轻松的。我们选了一座远离喧嚣的小岛，那里被誉为世外桃源，四周是蔚蓝的海水和细软的白沙滩，除了我们两人之外，几乎没有其他游客。岛上的工作人员每天傍晚会乘船回到对岸，留给我们整晚的宁静与自由。入住第一天，我和琳达都沉浸在这片天堂般的景色中。第二天上午，我们决定租一套潜水设备，去岛上的珊瑚区浮潜。工作人员帮我们挑选了潜水点，同时也对我们提出了一个警告：不要游到北边的礁石区，那是海神的领域。我听完后只是笑笑，觉得这是他们故意编出来吓游客的迷信故事。琳达也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，继续收拾我们的潜水装备。潜入水中时，清澈的海水和五彩缤纷的珊瑚让我感到震撼。鱼群在我们身边穿梭，阳光透过海水洒下金色的光斑，一切都美得仿佛梦境。然而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北边那片礁石却像是一道无形的屏障，不管多美的鱼群都不敢靠近半步。那片区域显得格外安静，连海水的波动都轻得仿佛凝滞了一样。我忍不住对琳达耳语，那片礁石真的看起来有点不一样。她点点头，然后挑衅般地游向了礁石边缘。我们还是别过去了吧，我拉住她，万一有什么暗流。怕什么？海神会生气吗？琳达翻了个白眼，甩开我的手，继续朝那片礁石游去。她的动作引发了我的不安，但我还是咬牙跟了上去。游到礁石附近时，我才注意到那些石头表面布满了奇怪的裂纹，仿佛某种巨大的力量曾经撕裂过它们。而那些裂缝中隐隐透出一股寒意，竟然让我在这温暖的海水中不由得打了个冷战。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琳达忽然停下了动作，回头看向我，眼神带着些许疑惑。我摇了摇头，但就在这时，一阵轻微的耳语声突然从我耳边响起。那声音很细很轻，
像是从礁石底下传来的，又像是直接钻进了我的脑子里。他的语调悠长、低沉，带着某种让我说不清的诱惑感，仿佛在呼唤着我们靠近。我惊恐地回头，发现琳达的表情变得有些呆滞，她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那片礁石，仿佛在回应什么无形的召唤，然后毫不犹豫地向前游去。琳达，回来！我大喊，但声音被水流吞没。她的动作变得越来越快，完全不理会我的呼喊。我只得拼命追上去，试图抓住她的手臂。靠近她时，我终于看清了礁石缝隙中的景象，那里面仿佛是另一个世界。裂缝下并不是普通的黑暗，而是透出一种幽幽的蓝光，光线中隐约能看到许多影子在游动，它们形态扭曲，像人又像鱼，围绕着某种巨大的东西缓缓游动。琳达的手伸向裂缝的那一瞬间，我终于抓住了她的脚踝，用尽全力把她往后拖。然而就在我们脱离裂缝的一刹那，那蓝光中的影子突然转头看向了我们。是的，影子竟然会看。那些目光带着某种无法形容的寒意，仿佛一把利刃刺穿了我的心脏。我和琳达的身体顿时僵硬在水中，脑海中闪过无数诡异的画面，黑暗的深海，无尽的尸体，漂浮在水中的白骨。快离开这里！我用尽全身的力气喊道。琳达似乎回过了神，惊恐地看着我，然后我们一起拼命朝岸边游去。到达岸边时，我们都瘫倒在沙滩上，大口喘着气，双手止不住地颤抖。琳达的眼神有些游离，嘴唇发白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他们在看着我们，他们在等我们。”晚上，琳达一言不发。我们坐在小屋的露台上，望着不远处的海面，谁都没有心情开口说话。海浪的声音变得异常刺耳，仿佛有无数双看不见的手在水下推涌着浪头，让它们拍打着礁石，发出低沉的回响。深夜时，我被一种奇怪的声音惊醒了。那声音像是有人在耳边低语，断断续续，仿佛在用我听不懂的语言诉说着什么。我转头看向琳达，发现她已经没有躺在床上。琳达，我轻声呼唤，起身寻找她的身影。她的潜水服不见了，门口的地板上还留着几滴未干的水迹。我心头一紧，立刻冲出门去，朝着海滩跑去。月光下，我看到琳达正站在海边，脚踝被浪花轻轻拍打，她的身体僵硬得像座雕像，头微微低着，盯着远处的海面。琳达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冲过去，一把抓住她的手腕，却发现她的手冷得像块冰。她的嘴唇颤抖着，声音嘶哑而低沉：“他们在叫我，我得回去。”你疯了吗？跟我回去！我拼命拉住她的手，却发现她的力量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。琳达挣脱了我的手，径直走向了海水深处。就在她的身体被海水淹没时，我看到一道蓝光从礁石区亮起，那光芒在水下游动着，仿佛一条巨大的蛇吞没了琳达的身影。我愣在原地，浑身的力气仿佛被抽干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才踉踉跄跄地冲回小屋，拨通了救援电话。然而，当地的警察和工作人员只是在礁石区找到了一只属于琳达的潜水鞋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。那天之后，我回到了城市，但琳达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。每当我闭上眼，就会梦到那片礁石，梦到蓝光中那些扭曲的影子，它们游动着，发出低低的耳语。最恐怖的是，有时我会在半夜听到那些声音，他们轻声说着我的名字，仿佛在召唤我回到那个岛屿，回到琳达消失的地方。最近，我的生活糟糕透了，工作压力山大，和朋友的关系渐渐疏远，连家人都开始觉得我变得冷漠无趣。为此，我决定给自己放个假，到海边散散心。我需要一个人安静的地方，一个没有烦人的人群和聒噪声音的地方。
经过再三搜索，我找到了一个偏僻的海滩，那个地方不在旅游指南上，只是一块鲜有人知的荒凉之地。抵达海滩时，我立刻感到了一种久违的平静。这里确实如介绍中所说，空旷、安静，只有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和一片广阔的蓝天。我带着一本书、一瓶水和一些简单的食物，准备享受一个无忧无虑的下午。海滩尽头有一张孤零零的长椅，木质的，显得有些老旧，甚至可以看到风化的痕迹。但它的位置非常好，正对着海面。我走过去坐下，双腿伸直，阳光洒在身上，让我感到懒洋洋的。大约傍晚时分，我开始注意到一些不寻常的细节。天边的太阳渐渐落下，金色的余晖铺满了海面，但温暖的感觉却逐渐被一种莫名的寒意取代。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冷，让我忍不住裹紧了外套。当我站起身准备离开时，目光不经意地扫过长椅另一头，我看见一个身影，一个穿着宽大连衣裙的女人，头发乱糟糟地垂下来，挡住了大半张脸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下意识地问，但她没有回应，甚至没有动一下。我心里涌上一种奇怪的不安。这地方这么偏僻，这个女人是怎么来的？她身边没有行李，没有车，更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样。我压下心里的疑虑，假装镇定地拿起包，快速离开了海滩。那晚，我在附近的旅馆里辗转反侧，脑子里始终浮现那个女人的身影。她为什么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？她的脸到底长什么样？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里我回到了那片海滩。夜色下，长椅上坐满了人，一个个低着头，看不清脸。而那个女人始终坐在长椅中央，静静地注视着我，仿佛她才是主人，我只是个闯入者。第二天清晨，我试着说服自己，那只是因为疲劳导致的多想。于是，我又回到了那片海滩。这次，白天的阳光依旧明媚，但我却无法再像前一天那样放松。长椅依旧在那里，而它是空的，没有任何人的痕迹。但我感到一股隐约的压力，就好像有某种东西正从看不见的地方注视着我。那种感觉让我浑身发毛，但我还是决定鼓起勇气，在长椅上坐下。我打开书，试图让自己分散注意力，但总觉得眼角的余光能看到什么东西在闪动。你在紧张什么？我对自己低声嘀咕了一句，试图笑笑。但当我抬起头时，却发现长椅另一端又出现了那个女人。她低着头，头发垂下，仍然是一动不动的姿态。你是谁？我试探性地问，声音比我想象中还要虚弱。但她还是没有回答。我盯着她，越看越觉得不对劲。她的手垂在膝盖上，皮肤苍白得像纸一样，而裸露的脚踝上挂着水珠，仿佛她刚从海里爬出来。更让我感到不安的是，她的手指轻微地动了一下，那动作很缓慢，像是故意要吸引我的注意。不知为何，我突然感到了一股无比强烈的恐惧。那一刻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待下去。我猛地站起身，拿起包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海滩。我跑回旅馆，锁上房门，心跳剧烈的让我感到胸口发疼。我告诉自己，这不过是一个孤单的女人，也许她只是有些奇怪，但不至于对我构成威胁。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。那晚，我又梦到了她。梦里的海滩和白天一模一样，天空无云，海水平静，但长椅上坐满了人。他们一个接一个，低着头，面容模糊不清。而那个女人始终坐在长椅中央，依旧是那副姿态。她缓缓抬起头，我终于看清了她的脸，那根本不算一张脸。她的面部光滑如镜，没有五官，只有一片苍白的皮肤，仿佛被大海彻底抹去了所有的特征。她张开嘴，但没有声音发出，而其他坐在长椅上的人也缓缓抬起头，露出了同样的脸。
我在梦中惊叫起来，猛然醒来时，发现自己满头冷汗，胸口起伏得厉害。我打开房间的灯，拼命地安慰自己，这一切不过是梦境，但耳边却似乎回响着低沉的潮水声。第二天，我告诉自己，绝不能再去那片海滩，无论那长椅背后藏着什么，我都不想再靠近它。但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控制着我的脚步。傍晚时分，我鬼使神差的又回到了那里。这次长椅上空无一人，但当我站在那里时，一种难以言喻的悲凉和恐惧涌上心头。我犹豫了一会儿，最终还是走过去坐下。就在那一刻，我的眼前仿佛掠过无数画面，潮水涌动的黑暗，沙滩上淹没的尸体，还有那些没有五官的脸。他们全都围绕着长椅，而长椅仿佛是他们永远的归宿。突然，一只冰冷的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，我猛地回头，却发现那个女人正站在我身后，盯着我，空白的脸庞扭曲出一丝诡异的笑意。她用一种低沉而嘶哑的声音问道：“能借你一张脸吗？”我尖叫着站起来，拼命跑向岸边，连鞋子都顾不上。直到冲回旅馆，我才发现自己的脸已经湿透，不知是被汗水还是眼泪浸湿了。之后的几天，我再也没有回过那个海滩。但即便如此，我总感觉那张长椅还在某个地方等着我，而那个女人也始终在看着我，无声地提出她的请求，她需要一张脸。你问我后来怎么样了？我想你其实早已知道答案了。毕竟，坐在你面前的我，脸上并没有五官。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《鬼影档案馆》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恐怖小故事哦。你们有类似的或者其他的灵异经验吗？欢迎留言分享。《鬼影档案馆》，我们下次见。